哇，海豚音！大家好，我是阿亮，我现在在菲律宾薄荷岛的阿罗纳海滩，我花了4天的时间，一头扎进这片果冻海里去潜水。跟着当地人去看了神奇的巧克力山，还有超级迷你的眼镜猴，在漂浮的餐厅上大饱口福。不过让我最难忘的是，这次我把电钢琴搬到了沙滩上，和一群在沙滩上卖唱的当地小朋友成为了好哥们儿。That's you. Try pa yun, try. One day, one day. Ding dong dong ding. 这期视频有海浪，有音乐，有美食，还有最真实的薄荷岛故事。Santa Maria, inahan ka sa Diyos, iyan po mo kami magkakala. Karon sa oras, kamatay amin. 别眨眼，我们的正片开始。本次行程是飞往马尼拉，再转机前往薄荷岛的塔比拉兰机场。到薄荷岛了，耶！薄荷岛位于菲律宾中部，是菲律宾的第10大岛，主岛面积约4117平方公里，差不多香港面积的4倍。除本岛之外，周围还散落着75个小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本次要去的邦劳岛。那个是薄荷岛，然后这一块就是邦劳，就那么一小那个西南角。1565年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探险家莱加斯皮率领舰队抵达这里。为了消除敌意，他与当地酋长西卡图纳进行了一场震撼的历史仪式。两人用匕首割破手腕，将各自的鲜血滴入盛满葡萄酒的杯中，然后一饮而尽。这是西方殖民者与亚洲土著在平等的契约下的第一杯酒。它开启了菲律宾长达300多年的西班牙殖民时代，也让天主教在这片土地扎根，却也铸就了薄荷岛人骨子里融合了欧洲浪漫与南洋狂野的独特精神。现如今，薄荷岛的居民们主要靠旅游业为生，船夫、酒店员工、浅店员工，还有沙滩上卖唱的孩子们，都依赖于这片果冻海，为他们带来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我们这次前来也是为了潜水。由于我们已经超过半年没有潜水了，所以出海潜水之前要在泳池做一个水肺复习。我们选择了当地一家非常专业的潜水中心——王者潜水，是咱们中国人开的潜店。做完水肺复习后，回来整理了一下，就到了饭点了。我们来到了阿罗纳海滩，准备找一家海鲜烧烤吃一下。8年前我来过这片海滩，和今天不一样的是，现在多了很多沙滩上卖唱的小朋友，他们给这片沙滩赋予了不一样的灵魂。现场的声音的穿透力真的好强啊，比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更有穿透力。这次潜水行程一共是4天，每天我们都会来到王者潜水的沙滩店集中。第一天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我们只能在邦劳岛附近潜点活动。我们现在要上船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小船，我们真正的潜水船大船是停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这边比较浅，他们进不来。我还是第一次出来潜水，收到了这个伴手礼。我的中信还没有塑料袋好。而接下来的3天，我们分别去了薄荷岛最著名的3大潜点：纳帕林、帕拉梅坎和巴利卡萨。这些潜点水质极其清澈，结构奇特的海底断崖、密集的珊瑚，使得这里的海洋生物种类非常丰富。在这里，通常可以遇到捷克风暴、沙丁鱼风暴、黑鳍鲨、野生海豚、魔鬼鱼，甚至是鲸鲨。但由于受台风影响，不知道这些家伙们都去哪里了。我们是一样都没遇到，只有海洋垃圾和潜水员风暴。我
不过，潜水的乐趣不只是单单看海底生物，认识新的潜友也是一种乐趣。这些志同道合的人类之间有着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大家很容易会玩到一块儿。潜水的空档，我们就开始跳海玩，一起做一些迷惑行为。忘了隆重介绍一下这次和我同行的这位肉眼可见的大美女 May， 她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们一起滑雪，一起创立飞盘俱乐部，如今我们一起潜水。当然，除了热爱运动之外，我们还都热爱美食。大家知道亮哥不怎么喜欢吃甜食，但冰淇淋除外。我们每天都会去一家冰淇淋店吃冰淇淋，因为菲律宾的水果非常优质，所以做出来的水果冰淇淋也是特别的好吃。当然，我们还会寻找街边最 local 的美食，填饱肚子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菲律宾本地人的日常饮食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一整只猪直接就摆在这里，直接分切。二师兄，你又受苦了。这个是菲律宾的街头烧烤烤串，380，你看这个价格啊！我们这么多烧烤就是360比索，也就是说算起来是40块钱人民币。Hello, hai Dan Chichen.晚上和潜水的小伙伴们来到沙滩边喝东西，又遇到了南丽。No, let me try it. Please, let me try it. Okay. Key 声掉了 ，key 太低了，唱不来了。key 它太低了。So let's try like E. Do you know these chords? I don't know, but I just learned it. Amani. 哇，海豚音，它出现了海豚音，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啊！OK。天赋。我有变改掉了。哦 ，Great！ 他会自己写歌。Yeah, great！ 哇 Yeah, let's sing again. OK。对不起，我没教好。也挺好听的。Thank you so much. 结束了潜水行程之后，妹就回国了，而我也正式开始深度探索薄荷岛。今天要去的是薄荷岛的乡村之旅，目的地位于薄荷岛主岛的中心地带，
那里分布着巧克力山、人工森林，还有被雨林包裹着的洛伯克河。第一站，我来到了巧克力山。巧克力山真正形成的原因是，距今200万年前，巨大的珊瑚礁因为地壳运动而抬出水面，在经过数万年的暴雨冲刷，松软的部分被冲成了平地，坚硬的岩石部分被风化后，形成了如今所看到的上千个近乎完美对称的圆锥形山丘。从巧克力山出来，穿过一片人工森林，就到了眼镜猴保护区了。这里你可以看到只有咱们人类手掌大小、酷似 ET 外星人一样的古老灵长类动物。我已经发现一只了，好小啊，真的比我拳头还要小啊！这很安静的在那里，好多人围着在拍。它一只眼睛的大小就超过了它的大脑。由于它的眼睛无法转动，所以进化出了像猫头鹰一样的脖子，可以转动180度。那来这里观赏眼镜猴最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开那个闪光灯啊！你看旁边人说话全都是这样压着声音在说话 ，Everybody's talking like this。眼镜猴是世界上最难人工饲养的动物之一，它有极强的自杀倾向，关进铁笼或者环境过于吵杂，还有游客拍照闪光灯都会惊吓到它。它们会陷入极度恐慌与焦虑，用头猛撞树干，甚至绝食，直到自杀身亡。由于眼镜猴的性格特点又极其善于伪装，科学家们至今无法统计其现存数量。正因为无法统计，所以我们在薄荷岛保护区看到的每一只，都可能是这个古老物种留在地球上最后的几千分之一。转了一上午，到午饭时间了，我来到了洛伯克河边的漂浮餐厅。啊，这里才对，我还要走过一次。Swan. Yeah, that's beef. Yeah, that's beef. I think Indians supposed not to eat beef. Are you sure? Okay, try something new. Okay. 印度人吃牛肉。OK， 开始吃饭了。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看起来还不错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1200比索。如果说巧克力山和眼镜猴展示的是自然的魔幻，那洛伯克河则是薄荷岛人间烟火气的代表。由于上游巧克力山一带的石灰石冲刷下来的矿物质，使得洛伯克河水呈现一种翡翠般的碧绿。两侧茂密的热带丛林让洛伯克河有了菲律宾亚马逊河之称。而这些漂浮餐厅就是当地人非常聪明的文旅发明。1200一张自助餐门票，你就可以在木船上享受丰富的菲律宾式美食。每只船上都有歌手在表演，河里时不时会遇见戏水的当地小孩，而终点会经过岸边的原住民村落，你会看到当地的阿公阿嬷和穿着校服的孩子们组成一支庞大的尤克里里乐队，与游客们唱跳互动。结束时，游客们会拿出自己的零钱放入小费箱，他们不会向我们主动索要小费，一切都是自愿的。但各国游客们都很自觉地给了小费，因为我们知道这几乎是他们仅有的收入了。Okay, 1, 2, 3. 今天我租了一辆摩托车，出发前往薄荷岛的市中心塔维拉兰去看一看。哇，这座风景太棒了！塔比拉兰市是薄荷岛的首府，也是岛上唯一一座城市。这里拥有塔比拉兰码头，是连接菲律宾各岛的一个海上通道。通常游客们只会把它当作中转站，但实际上这里是整座岛屿的政治、经济、教育中心，更是最能触碰到菲律宾本地市井烟火和硬核历史的地方。当我来到市政府前的约瑟夫主教堂时，碰巧见证了一场当地人的婚礼，遇到了一个新娘子。你看，厅里的人都还没见到新娘子，我先见到了。哇，这个教堂真的好漂亮。哇哦，
右边那个拉不动。唱的真的太好听了，他们的诗歌有一种中世纪的那种吟唱那种感觉。从教堂出来，继续前往塔比拉兰市最大的购物中心 Island City。这里不仅能了解到薄荷岛的物价，还能看到最本土的人文，因为这里完全没有游客。现在要进入他们的这个。Cameras, sunglasses, these are batteries. 好多人啊！这购物中心开这里人气是真足啊！我本来还想带大家去超市逛一下的，看一下这边的物价怎么样。结果你看一下超市这个人群，这买单人群，我得等到几点钟啊？哎，我是不是傻呀？我只要进去逛一下，看一下价格就可以了，不买不就不用排队了吗？嗨，是519比索，10公斤。啤酒区域啊，就找一个熟悉的品牌，百威。百威这个是85比索，雪碧可乐69.5。来看一下葱姜蒜36比索，葱这么贵啊？蒜42.55，姜47.88比索。土豆就这么3颗土豆，59.8块。番茄是105一公斤，那应该是鸡胸肉了。这个一包是255。鸡蛋这边是12个一排的101.25，157.5比索。轻的是169，95比索2个这么大的苹果。这是70比索，这两个大梨是 orange， 应该是橙子。对，64比索。哎，柠檬很重要，柠檬正好100比索。牛奶就便宜的话，基本上也这样一罐，这么大的应该有1升吧？对，1升的牛奶是117啊，不114。这个就是这边超市的大概物价了。从购物中心出来，旁边的停车场上开始摆出各种小吃摊。bangus， 还有烧麦。bangus。This? Yeah. Fried. Yes. Fried bangus. This pork chop. Yes. This one. Pork chop. And this? Chicken breast. Chicken breast. Sausage. 其中一家摊子的食物吸引到了我。Lugao? Yeah, Lugao beef with egg. This, that's Lugao? Lugao. 这个是一粥一样的东西。这个牛肉，他们是这样一包好，直接剪碎，然后就淋上去了。就这样，2碗东西都已经弄好了，可以看一下。目前看起来真的很像那种胡辣汤的这种做法，给它加一点辣的，那不就是菲律宾胡辣汤吗？心肝寶貝，你突然在眼前，我急速氣喘話斷。這個辣醬夠辣呀！忘了我是浙江人，吃不了辣。我要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停车场，就是我现在停摩托车的停车场。这里有很多的装饰的，有点像那种疯狂的麦克斯的那种，就是人类文明毁灭之后的那种 bus。吃完之后一抬头，旁边就是菜市场。
圈，在一家卖海鲜的摊子前停了下来。我买了1公斤的青蟹，只需要500比索。开回到海滩边，找了一家愿意加工的餐厅，结果加工费也要500比索。不过看到成品之后，觉得还是挺合理的。加了粉丝进去和其他佐料，最重要的是做法完全是咱们中餐的做法，味道绝了。酒足饭饱后，我把我的钢琴搬到沙滩上，吸引了很多卖唱的小伙伴们来围观。南令也带着他的妹妹，瞪着大眼睛来到了我的钢琴前，好奇地按着琴键。他让我教他按出他最爱唱的 One Day。在西太平洋的蔚蓝版图上，菲律宾坐拥7000多个岛屿。如果长滩岛负责贩卖浪漫，巴拉望负责展示原始，那么薄荷岛则是唯一一个将魔幻地理、铁血历史和纯真人文完美缝合在一起的硬核存在。这里的海水像果冻般透明，但它海滩上的故事远比海浪更深邃。下期亮哥将为大家讲述我和阿罗那海滩上卖唱的小伙伴们的故事，还有这位酷似利罗、爆火于中文网络的 One Day Girl。大家所认识到的都是她天使般的嗓音，想不想知道她生活中的另外一面是怎样的呢？她是如何学会唱歌、弹尤克里里的呢？更多精彩薄荷岛故事还在后面，现在关注订阅亮哥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带着音乐环游世界。请玛利亚，请为我们唱 All my life party for the people we say one day。这歌唱的跳针呢，你跳了多少针了？ One day